Hello, matricians. Today is 28th of June. As usual, we have this AMA with our CEO, Mr. Wen Tao. June means a lot to us. It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a year. And this year, in June, we have Morpheus Persona released for the community test. And it is surprisingly encouraging to us because we receive more than the invitation code that we allocate to the community for tests. So this is a very good sign. And allow me to have a casual conversation with Owen before we get to the question that was screened from the community. Hi, 陶总。Hello, Eric. 嘿，最近怎么样？咱们北京的天气？最近非常热，每天37、8摄氏度。OK， 好的。那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或者不顺畅的事吗？开心的是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进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工作，然后包括Morpheus 在最近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然后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Avatar Intelligence 的第一个demo 版本，我们也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个开发目标。这是我们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事情。对，其他的就是不是很顺畅，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脑机接口方面，其实目前看整个脑机接口的整个的这个科技环境，其实进展并不是那么快。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瓶颈，其实就是我们在去创建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模型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我们做身份识别的这样的模型，我们现在遇到的核心的瓶颈，更多的是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这个数据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模型的机器学习训练。所以这个在下阶段也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我们来收集更多的这个数据，来满足我们下阶段的开发目标实现的一些需求。对，陶总，您说到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哈，我们在8月份甚至12月份，我们也会针对咱们的里程碑 3.0 的里程碑去做一些调整。那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会跟社区去同步哈，所以麻烦各位 matrician 去密切注意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个调整。那关于这个调整，我们原因之前也有说过，那在这里就不再赘述。OK，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6月份的 AMA。OK， 好，第一条问题，那 the platform。I think it refers to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platform relies on standardized smart contract modules. How do you plan to ensure that these modules are constantly updated and audited to reflect the evolving security best practice? This question comes from Joseph0199. 麻烦陶总，你可以用普通话去好的解说哈。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在这里头，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的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发的要点，就是如何让它可以就是与时俱进，实时的更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头，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它的这个模型训练其实是基于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个足够多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些数据样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问。这个也是我们Intelligent Contract 的这个平台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对，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它的这个原理其实是我们采用大模型来将这个我们可以找到的所有的这个 Solidity 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作为语料来进行训练的。对，所以呢，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模型来说，它不断的去更新，与时俱进，是对这个模型未来可用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我们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是采用了这个
就是监控的爬虫技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将像 GitHub 上，然后包括 Ethereum 主网上，包括像类似于像 BSC 这种支持 Solidity 智能合约语言的这些主网上最新的这些智能合约，我们都会把它们下载下来，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语料库中，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语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然后用最新的数据来不断的训练我们的模型，保证我们的模型它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是与最新的这些智能合约是一个同步的状态。与此同时，我们会定期的去对我们的这个智能合约语料库去进行相应的数据清洗，包括我们会去关注最新的这些智能合约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bug 或者漏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将我们原有的这些语料去进行一个中间包含类似的 bug 和漏洞的这些合约，我们用 AI 把它们识别出来，然后把它们去从我们的语料库中去剔除掉，然后来保持我们的语料库一直处于一个最新的，同时是包含的都是安全合约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库，然后在这个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来训练我们的模型，然后从而来保证我们的这个模型它的这样一个与时俱进性以及安全性。然后在未来，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些技术的方式来在上面再去加一层保护，就是我们采用这种形式验证的技术。当然这个也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进行训练，然后未来可能是我们这个合约生成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模型，然后对于这个合约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审计又是一个专门的模型，然后用这两个模型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给用户提供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使用体验啊。OK， 好的，谢谢陶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啊。Okay, so now that'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s. Now let's move the gear to Morpheus. All right, then the first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Morpheus is from Joe Boy. The question goes like this. Unlike other AI chatbots, does Matrix Persona improve its learning through questions asked by individuals to provide more satisfying answers? Or is it programmed in a way that it does not adaptively learn from individual questions? 陶总，你明白这个问题吗？我大概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啊。好，那就按大概去回答。对，是的，首先这个 Persona 它跟普通的这个聊天机器人的不同，就是首先这个 Persona 它最初是基于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就是我们的 Morpheus 这个大模型来做的，然后在 Morpheus 基础上呢，然后我们将这个训练的语料，我们去进行了一些特殊的一些 label 的标注。就是在这个语料中呢，其实我们是将这个人的一些情绪和个性方面去进行了一些种类的划分。对，比如说这个人聊天，比如这个人比较内向，或者是比较外向，或者是这个他比较激进，等等等等的。然后比如这个人很开心，这个人很情绪比较低落。我们将一部分语料进行了这种带情绪标签的一个分类，然后再去喂给我们的大模型，让它来对这个大模型中采用一种多模态识别的方式吧，让它来可以有效的去识别一个人的这种情绪表达以及他的一些价值观。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这个 Persona 它首先它这个 Persona 它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所打 label 的这个框架中，它是有一些特定的标签都记录在它的数据库里了，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向量数据库。然后当我们去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我希望去聊天的这个 chatbot 去给它进行一些描述。那么在描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模型会将你描述中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是一个可爱的喜欢跳舞的一个小女孩，我举个例子，那么他们就是模型就会将可爱的喜欢跳舞的小女孩这些标签去与
我们向量数据库中的标签去进行比对，然后去找出接近这些标签的这个模型，再把这些模块组合在一起，用类似的方式去模拟这样一个人去跟你去互动。这是 Persona 目前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个运行原理。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其实在未来我们会在里面去加入一些这个反馈机制，就是你在跟他，我们目前还没有加这个东西，就是在用户跟 Persona 去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去对他的这个反馈去进行一些评分，去进行一些评分。就是我们目前没有加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目前的 Persona 它的这个训练的数据还不够多。对，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去开放这个打分机制的话，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用户，比如说他就是用着玩的心态去乱打分，对，乱打分的情况下，去乱做回馈的情况下，会对整个的模型的这个权重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再把这个 Persona 的用我们之前的就是我们人工打 label 的方式去，给它进行更深一段的训练，它的整体模型稳固下来之后，再开放这个反馈机制，就是用户你在给予 Persona 回对答的时候，你可以对它的反应去进行打分，比如说0分是最差，10分是最好，然后它会根据我们的这个反馈来不断的去进行调整和学习。对，这个是我们下阶段在计划去做的事情啊。好的，陶总，我再追问一下哈，这个问题呢，我估计他想问的是，咱们的 persona 会不会根据，比如说我平时跟 Morpheus 一直在对答，一直在了解彼此，然后透过这个过程，咱们的 Morpheus 会更加了解我作为一个人他的思维行为方式，然后到我们以后的 Avatar Intelligence 的时候，它这个 persona 能够更加贴切于我本人这个可能是 Joe Boy。我来回答一下明白那我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个 persona 的这个阶段，我们还并没有开放它去模拟用户的这个模拟你的这个阶段。对，目前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去模拟人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叫什么一些特定的情绪思维方式，我们是希望它可以有一些模板化的一些这种反馈。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差异都是非常大的，都是非常独立的，就是这个其实和我之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是一样的。intelligent contract 的这个我们经历的这个路线也是先模块化，先生成一些非常标准的合约，在后面再去做个性化。对于 persona 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先做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看到了，是让你们去输入这个对于你想聊天的这个 chatbot 它相应的一些描述，然后让大模型去模拟你想要的这样一个东西，就这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它是根据你描述的这些东西去搜寻到对应的标签，然后组合在一起。对，当这个阶段我们觉得比较 OK 的时候，比如它已经可以覆盖绝大多数我们人类的这种情绪思维方式的时候，然后到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去开放的就是说用户直接与这个 persona 去进行对话，然后他在与你的对话中去学习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你的这个情感表达等等等等，然后越来越像你。对，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目前 persona 当前的版本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原因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模块化的标准化的东西先做好，然后这个东西能实现的话才能去走向下一步，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路径。谢谢。好的，陶总，按部就班哈。那既然陶总刚才提到过几次的这个情绪，那我接着问一条问题是跟情绪有关的。So this question comes from Angel Ray, since Owen has been talking about emotion, so this is about the emotion.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re employed to extract key features such as emotional state, attention level, and collective activity patterns? And how do all these feature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and model training. 曹总，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persona， 就其实是 Morpheus， 我们这个尤其在 persona 这个里边，我们用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模型就是 transformer。这个其实大家应该也是，就是如果你懂这个大语言的话，其实大语言模型的话，其实都会知道这个 transformer 是我们最基础的这样一个模块。我们通过 transformer 来捕捉这个对话中，首先这个它去实现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就是去进行一个上下文的能够理解的连贯的去与我们进行交互的这个东西，最重要就是我们用了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模块。然后在 transformer 之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像多模态学习的这样一些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希望它去做的是除了理解语义之外，可以去理解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分析用户的这种语言与非语言的特征，包括你在语言中所表达出的一些就是意思以外的一些感情的东西。对，这个我们用了这个东西。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情感分析的算法，比如说像 BERT 这些。对，这些也可以是将用户在你去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他会去判定，先把你的情绪进行一个大的分类，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在正面中是分为哪一类，一级往下分，然后最后去锁定到这个相当数据库中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位，然后再用这个去对你进行相应的回应。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persona 它其实的用到的一些模型，最核心的就是 transformer，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像多模态学习啊，然后像这个一些情感分析算法等等等等。嗯哼，好的。Let's continue with Morpheus, and this is the last question about Morpheus in this AMA. Coming from Summit, Morpheus is learning about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So how will it protect user privacy and prevent the misuse of this data? What safeguards will be implemented to ensure ethical data handling? 这个关系到适应、行为、社会学，听听陶总意见。我们对于其实这个就是尤其在 AI，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像这个马斯克，因为之前在这个最近的一条这个苹果的新闻就是说，苹果它不再去做自己大模型，它直接会采用 OpenAI 的大模型。然后当时这个 Elon Musk 对此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抨击，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保护用户的隐私的。其实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多数用户对于这个隐私的需求其实越来越关注了。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在现阶段采用的方式呢，主要是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采用一个分布式存储，就是我们将用户的数据用分布式存储的方式存在了链上，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保证用户的一个安全。另外的话，我们是采用一个分布式计算的方式。这个从另外一个程度上也保证使用用户数据的一个安全性。然后在未来呢，我们其实是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分布式存储以及分布式的隐私计算之外，我们还想做的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用户的这种语料信息呢，我们希望就是在训练就是比如说我来训练一个属于我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那我们希望这个数据它在未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希望再把它做一层匿名的一个保护。对，就是只有我使用者我知道这是我的数据，其他人都不会知道这是我的数据。对，然后用这个角度呢，首先来保证这个数据主体它的一个匿名性的安全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结合这个分布式存储以及分布式隐私计算，去对这个用户的数据进行一个更多层级的一个保护。对，当然最后呢，就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有我们的这个像Mania 这些平台，就是其实用户他如果愿意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用户如果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把自己数据分享出去的。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也可以。
又接受我们这种比较高安全度的这样一种隐私保护的行为。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处理方式。Okay, thanks, Owen. Sorry, I forgot you. I miss you, Daniel. You have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Morpheus. So yeah, let's continue with this question. How could Morpheus be used to promote dialogues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beliefs, and values? Could AI be used to bridge culture divides and foster empathy and compassion? Well, this is a challenging and inspiring one, which is more from the sociology perspective. 陶总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啊！今天我计划就选择这个问题是，首先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模型中，就是大模型跟我们的，我怎么说呢？大模型它可以学习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价值观的所有东西，它都可以学习。对于一个大模型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学习。它可以学习关于这个天主教的信仰，可以学习关于佛教的信仰，包括比如说学习印度教的信仰等等等等，它们都可以结合到里面去。比如包括这个伊斯兰的信仰。但是大模型与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说，当大模型如果我们用一个开放大模型去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大模型它自己是没有一个体系去对这些东西去进行一个明显界限的一个分类的。对，比如在我的就是这个价值观里头，我可能觉得这个佛教和这个天主教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东西。对，但如果我们大模型去同时去学习这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它与人类最大不同是它是不会去区分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大家都用同样的语料去进去之后，那么其实这个大模型它实际上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等同程度的影响，它就相当于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出现来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同时有多个信仰的一个 AI。对，这个与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是这一点。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进行干预和处理的话，它其实在未来就是直接去叫什么去与这个用户去沟通的时候，它其实会造成用户的一些困惑，甚至会让用户觉得一些冒犯。对，我就因为大家有些宗教信仰之间是有些冲突的，这个我知道的。但如果是我们用刚才提到那种方式去训练出大模型的话，它其实直接拿出来用的话，那大家就可能觉得就很奇怪。你比如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去信仰多个宗教呢？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对，但以大模型来说，它没有这个概念，它训练出来就是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对，所以呢，就是那么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用 AI 去有效的去让这些文化之间去产生一个比较平滑的东西，就是做成这样一个桥梁。其实 A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 AI 它没有一些我先天在的一些主观的思想或者价值观在里头，它是没有这些东西在里头。就是你不管给我什么，我都可以吸收和接纳，同时呢，我会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其实最后呢，就会出来一个，就是它其实可以有效的去为就是各种不同的信仰或者文化去服务的这样一个。当然我提到的就是我们人工一定要对它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一定程度干预其实是为了剔除里面一些我们对我们人类就是用户去感觉到一些比较冒犯的东西。对，因为避免这种宗教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怎么说，用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宗教信仰的语料，我们都去给大模型喂的话，对，那么大模型它其实可以出来一个就是为全世界服务的东西。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文化的鸿沟或者是隔离在里头。对，它其实是对看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跟这个佛教的一些思想还是
还是蛮接近的。那么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 ，AI 它可以做到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我为大家都提供一样的服务。这个角度来说是对于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Okay, thanks, Owen. So we have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Morpheu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ven including the religions, sociology, organization, behavior, privacy, etc.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have this Morpheus persona available for you to test. So why not you just ask our admin to give you an invitation code, and then you try it out yourself and tell u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and what kinds of suggestions do you have for our next development. So that will be the best for us and for Matrix, and al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lright, now let's shift gear to Mania. So this question coming from Google. Even with the ownership tracked, how will Matrix prevent unethical use of powerful AI algorithms purchased on Mania, such as those used for defects or biased decision making? Again, this is more of behavior and sociology perspective questions, but we are happy to answer that. Yeah, Owen. 对，其实就是，这是所有这个在提供先进科技的这样一个公司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电信公司，但是还是会有人拿我们电信公司的这个电话去进行这种电信诈骗。对，这个其实你如果说想100%去避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那个 Matrix 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处理方式。对，首先你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 Mania 上所有的这些算法的所有权是我们看的是一清二楚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任何人去使用 Mania 上边的这些算法，对，包括他用这个算法去做什么，就虽然是匿名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它可以有效的，就是比传统那种这种纯开放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追踪的方式，它其实好一点的。就是我们可以追踪到某一个匿名的地址，用某一个算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假如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对，那它其实也是会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的。那么首先这个事情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用这个所谓的匿名的人用了这样一个算法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对，就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其次呢，就是说，那么这个人做的这件事情，他被记录在链上的话，其实在未来大家是可以对这个地址以及它相关的一些地址进行一些屏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证这样一个安全性、合法性，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做到一个100%。只能做到是对他做的一些行为进行一些追溯和记录，然后同时去进行一些公开，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解决方案。Okay, thanks, Owen. So we got 2 more questions. Stefan and Bleach. Integration with other metaverse platforms. Does Avatar Intelligence work with existing metaverse platforms, or is it a standalone environment?好的，这个就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是其实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其实并不是在 Matrix 的这个 Metaverse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 Web3 的世界中去单独使用的，我们会提供相应的这些公开的开放的接口，对，用户可以就任何符合标准的。就是或者可以调用我们接口的这些，无论是 Metaverse 也好，还是 Web3 的这个平台也好，都可以调用我们的接口。用户可以将你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去平移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一个，就是想去的可以使用我们这个接口的这样一个元宇宙的平台去。
在那里去为你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持与服务。对，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并不是单独于我们就是为某一个东西来服务的。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在未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这个开发文档，相应的这个接口，然后任何的平台都可以来调用我们的相应的这个服务。对，那其实我们就做的是，其实你想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像现在的一个跨国旅行一样，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从一个元宇宙再挪到另外一个元宇宙，其实都是 OK 的。So basically, you can travel betwee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as long as you plug into the platform. So yeah, it is like that. So the last question comes from our honorable and very loyal supporter, Dr. Merli.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topic you mentioned in the second report of June 2024. Oh, thanks Dr. Merli for mentioning our bi-weekly reports. And I'm glad you read it. And we are grateful that you prepared your re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first question, how have you optimized the block generation time algorithms to ensure stable block generation rate across different network environment? Can you explain what you mean by different network environments? There are two sub-questions, so let's proceed with the first sub-question. 陶总，他有2条小问题，我们先回答第一条。OK。我先来回答这个，我先来回答第二条问题吧。第二条问题。OK， 那你先等我读第二条问题。So the second sub-question is like the summary of block difficulty level has been volatile in the past several weeks. It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10 times and then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Is it related to the topic in the question 1? Go back, right? So, Owen, please.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也注意到，这是最近社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这个挖矿的这个计算难度在一段时间中非常忽然间上升了很多，然后之后又这个就是又进行了一个下降。所以在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认为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们还不能，就是还没有一个就是100%的一个结论。对，就是我只是说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推论是这样的。对，这个未来我们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排查，就是因为我们在最近我们一直在上新的这个包括这个新的 Morpheus 的大模型，包括我们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包括我们也在为下一阶段的这个Avatar Intelligence 去做准备，包括我们现在的脑机的一些模型也在我们的这个分布式的计算网络上去跑。对，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引入了一些新的外部的计算资源接入到我们网络中。对，所以呢，就是由于这是一些新的一些强大的一些 AI 的计算资源，同时呢，在这几个节点之间，他们的这个就是通信的这个效率是要比全球的节点会更高。对，所以呢，就是说这几个节点它们的高效导致了整个网络的其他的连接不那么好的节点的这个计算难度会大幅的提升，因为为了去抵消它们之间高效连接的这样一个低延迟的这样一个效率，就是外面需要有一个就是连接不好的节点，它需要通过提高自己的这个计算的能力来抵消一部分网络延迟的给它带来的损失。对，这是目前的我们推论的，就是我们觉得最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对，所以呢，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些网络就是计算能力强大的节点的它们之间的网络连接更好的时候，对于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连接稍微远一些的节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计算的能力可能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机制它有相同的这样一个计算资源，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其实就想来调整这个平衡，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说针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网络情况，然后来对它的出块难度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动态的难度以及时间的调整，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对，我们希望避免，比如说当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因为未来这个情况肯定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会在我们去这个不断的去更新我们新的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算力需求，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新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这个强大的算力会接入到我们的网络里来，但是他们算力之间的这个连接效率就比跟其他节点之间会更高，那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网络中会占便宜。那我们其实是为了想去避免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关于网络的这个，就是基于网络情况的这样一个出块的生成时间，包括它的难度的这样一个调整。对，这是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头我们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头去加入了一个网络监控与分析的这样一个算法在里头。那么这个算法呢，其实它可以监督到我们所有的这个 miner 的这个节点，以及他们与最近的这个 delegator 他们之间的 validator 之间的这样一个连接情况。我们会有一个加权的一个算法，然后同时呢，尽可能的去让每一个 miner 他去参与挖矿会处于一个更加公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然后在接下来2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会做的2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想再把我们的这个共识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可以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的时候呢，其实它可能会再去平衡用户的一个算力以及网络连接之间，它去进行一个自适应的一个共识协议。那么这里头既包括这个共识算法本身，也包含了每个用户每个节点之间不同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用 AI 的方式，就是当然也是用这个全网节点来共同计算出来的这样一个算法的方式，然后来对大家的这个出块时间以及这个出块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块算法去进行一个相应的网络调整，然后让大家来做到一个更加就是叫什么更加去公平的这样一个网络，一个平台吧，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优质的这种计算资源都可以加到我们的网络这个平台里来。对，但你不用担心你跟其他的一些节点之间的连接情况会对你的收益造成一些特别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希望去平衡的一个事情。然后在未来呢，其实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对我们的这个链上的这种监控以及自适应的这些算法去进行一些迭代，让他们可以去就让整个网络跑的第一效率会更高，第二呢，让大家的这个就是参与起来是一个更加公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对，这是我们过去我们就是这个我回答就是你的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过去的这个计算难度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认为的就最可能的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对，然后以及我们发现这个变化之后，为了去解决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在采用的一些解决方案。对，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些事情。OK， 谢谢陶总，非常详细。Dr. Meli, so this problem is acknowledged and we are working on it.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 And this June AMA, we talk a lot on Morpheus, which is good because we have the Morpheus persona available for test. And do come to us asking for an invitation code to try it out. And we have been addressing questions more from soci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rivacy perspectives, and we also welcome question coming from the practical use perspective. And we are not just on the sky level, we keep our feet on ground. So we keep spotting problems, we keep solving problems, we keep improving, and we keep delivering. And this is the time that you can try it out. And this is part of our deliverables. And another key takeaway is in terms of milestones.
for August and December, we will have update about the what will be changed, what will be kept, and will be added into the roadmaps. So just like our previous milestones, and this i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trend, to our discovery, to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ll right, so that concludes the June AMA. Thanks, Owen, for sharing your insights with us, answering question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yes, again, please do try persona with your effort and time, and to give us comments. Thanks a lot. Bye. Bye.